一行人刚挤入人群，就听到海童叫喊着姐，洋洋也叫着妈妈。海童看到周红英母女俩，再看到姐姐的狼狈样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呀？他那个气啊，把洋洋往姐姐的怀里一塞，他转身边走边挽袖子，想揍人啊。彤彤啊！商太太动作快，迅速的上前拦住了想帮姐姐出气的海童。彤彤让警察同志处理。已经报了警啊，当着警察的面动手，那不好。商叔、商太、陆东明看到商先生夫妻俩很意外，出于礼貌呢，他走过来打了一声招呼。夫妻俩回应了陆东明的打招呼。商太太就问他：陆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陆东明答道：商太太让他们去派出所说清楚吧。然后对派出所的人说道：警察同志，我公司的员工是苦主，她都和她老公离了婚，前婆家的人跑来打闹她，可见她未离婚前就经常被欺负，遭受家暴的了，还请警察同志替我公司的员工讨个公道。派出所的人知道陆东明不想调解，于是要把对错双方都带回派出所。陆东明和商太太一家人自然也跟随着。海童载着姐姐去派出所的路上，了解到原因后，气得大骂那一家子简直就是人渣，我要是来得快一点，一定把他们揍得满地找牙。姐，不要接受他们的赔礼道歉，让警察拘留他们。海玲抱紧儿子，狠狠地道：我是不会接受他们的赔礼道歉的，欺人太甚了。说什么爷爷勒索了他们的钱，要让我还。海童解释，是你那个前婆婆蠢到家了，竟然去找我们爷爷，想让爷爷劝说你不要离婚，那也是一家子极品。狮子大开口，向你前婆婆要了一笔钱。你和周红林离了婚，那你前婆婆就觉得花了钱没有效果，大概是去找爷爷撕逼了，那老家伙岂会输啊？他们估计就是撕不过，以为你好欺负，才跑来找你闹的。海玲说道：我猜到离婚后他们还会来闹的，所以租了房子住，不让他们知道我的住处，也把联系方式都拉黑了。没想到他们会跑到我公司门口等着我，肯定是周红林说的。那周红林才知道他在陆氏集团上班，他们要是被拘留，以后就会收敛的了，真恨不得把那一家子都送进去。海童恨恨地道：姐妹俩不想欺负人，但也不会让人欺负。本来婚都离了，财产也分割的公公平平的，做不成了家人。有洋洋在，以后也还会见面，没必要闹成个仇人，闹得那么难看。是周家人总认为海玲娘家不给力，以为能闹得海玲给钱。十几分钟后，就一行人都进了派出所。周红英母女俩现在怂得不行，那在路上呢，就赶紧打电话给周红林以及周父他们，通知他们来派出所一趟。在派出所里，母女俩连连向海玲赔礼道歉，求海玲不要追究他们的责任。周母还拿洋洋说事，她说：海玲，我和你姐是错了，怎么说呀？我也是洋洋的亲奶奶，看在洋洋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吧，我保证以后都不会来找你闹了。说着，他又扯了扯女儿，暗示女儿再次向海玲道歉。商太太冷冷地道：你们把我外甥女打成这样，一句对不起就想混过去，我们不接受道歉，你们太过分，欺人太甚了。他又对派出所的同志说道：同志，我们不接受道歉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不过赔偿是要的。周家母女俩被拘留，罚款，还得赔偿海玲的医药费、精神损失费。当着那么多的人暴打海玲，辱骂海玲，重伤了海玲的名声，就得赔偿海玲的精神损失费。听着商太太说海玲是她的外甥女，陆东明都意外地看着商太太。周母则愣愣的就问商太太：你是海玲的姨？海玲什么时候有你这个姨了？海玲的舅家呢，不是亲生的，早在15年前就与姐妹俩断了联系。在海玲嫁给他们家儿子的时候，娘家人只有海童这个妹妹在，那海家人以及舅家人呢都没有露面。海家倒是索要过30万彩礼，海玲按着他们不让他们给海家人彩礼钱。之后海玲和老家人也没有来往。
那周家母女俩就是知道海玲娘家无靠呀，就一个妹妹，他们压根就不放在眼里。此刻呢，忽然冒出一个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太太，称海玲做外甥女。周母忍不住追问，想弄清楚这个有钱人家的太太是不是海玲的娘家亲戚，怎么以前从来没有听海玲说过的。海玲那个旧家的人貌似都是穷鬼啊。商太太斜睨了周母一眼，拉着海玲的手，心疼地摸了摸海玲脸上的抓痕啊，心疼的道：海玲，我和彤彤做的 DNA 鉴定结果拿到了，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，你们姐妹俩就是我亲妹妹的女儿，我是你们的亲大姨，把我外甥女打成这样子，一句对不起就行了。商太太又逆着周家母女俩，眼神冷冰冰的等海玲验过伤。伤势能达到可以起诉你们的标准了，我还要告你们，让你们坐牢。商太太这是找到了你妹妹了。陆东明都被这个消息冲击到，他看了海彤两眼。战印知道他老婆是商家太太的外甥女了吗？商小飞曾经追求过战印，战事与商氏又不太对盘，海彤却是商太太的外甥女，这关系战印怎么处理啊？托老天爷的福，我总算找到了我亲妹妹的下落。遗憾的是啊，我亲妹妹15年前就去世了，留下了2个女儿，就是海玲姐妹俩。我和海彤做过了血缘鉴定的，证实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。我想着来接我大外甥女下班，去我家里吃团圆饭，遇到了这样的事。陆总，谢谢你替我外甥女出气。商太太对于陆东明出面处理这件事很满意，她本来就欣赏陆东明，现在对陆东明更有好感。周母和女儿对视一眼，周红英结结巴巴地问商太太：“你真是海玲的大姨？亲大姨？你是海玲姐妹俩原来有个亲大姨？就这个亲的大姨，瞧着还是个很有钱的人。我就是海玲的大姨，亲的。哦，忘了和前亲家，你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商家的太太，可能你们没有听说过我，不知道你们听说过商氏集团吗？商氏集团就是我家的公司，商无痕是我的大儿子。”周母惊得一下子从凳子上掉落在地上。妈，周红林进来就是看到母亲从凳子上掉落在地上，他快步上前扶起了母亲，但母亲却站立不稳，2条腿抖呀抖的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周红林扶正了凳子，扶母亲坐下。见母亲看着海玲的眼神复杂难懂，再看姐姐的表情瞠目结舌，然后脸色越来越苍白。阿姨，你没事吧？陪着周红林过来的还有叶佳妮，她关心地问了周母一句，又看向海玲，本想说海玲几句的，就算离了婚，也不该这样吓坏钱婆婆吧。看到商小飞，叶佳妮愣了一下，以为自己看花了眼，她不认得商太太等人。不过商小飞倒追战印太出名，上过热搜，叶佳妮认得他。当时呢，她还羡慕商小飞有资格去追求战印。商小姐，是你吗？叶佳妮试探地问。商小飞高抬着下巴，你谁呀？商小姐，真的是你，我是叶佳妮，微浩电子公司周经理的秘书。叶佳妮很激动地掏出自己的名片，递了一张给商小飞。商小飞就接都不接，用着嫌弃的口吻说道：“原来你就是破坏海玲姐婚姻的那个小三呀！别给我递名片，我只收人的名片。狐狸精的名片太骚了，我闻不得那种骚味。”他的脸也是一阵红一阵白的，悻悻的就缩回了递名片的手。周红林见母亲和姐姐都不说话，又见海玲和姐姐都挂了彩，知道2个人肯定是干架了。看样子还是母亲和姐姐先动的手，他连忙向海玲道歉：“海玲，对不起啊，不管我妈和我姐做了什么，我都代替他们向你道歉。对不起，回头我会好好的说说他们，不会让他们再来打扰你的。海玲，看在洋洋的份上，求你高抬贵手，原谅我妈和我姐这一次吧。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出来，我都会满足你的。”周红林怕母亲姐姐被拘留，主动道歉，并让海玲尽管提出要求。那派出所的同志觉得这是家庭纠纷，能调解就调解。海玲，
周母突然间又滑落在地上，这一次她竟然跪着了。海玲呀，妈就是被猪油蒙了心，妈错了，妈该死。你原谅妈这一次吧，妈保证以后都不来找你的麻烦了。我给你跪下了，求求你原谅我和你姐吧。周母说着还要向海玲叩头，海玲抱着儿子避开了，不让他对着自己叩头。海玲，是妈错了，妈错了，我该死。周母抬手就给了自己2巴掌。妈呀！周红林忙去阻止着母亲。周红英呢，总算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她跟着母亲一起就要向海玲下跪，嘴里也是求着海玲，是姐错了，姐不该颠倒黑白，不该动手打你，你原谅姐这一次好吗？看在我们也认识了10几年，我是洋洋亲大姑的份上，原谅我们吧。我们要是进去了，对洋洋也不好呀，洋洋就有个坐过牢的奶奶和姑姑了。周红林刚拉扶起母亲，姐姐2条腿又要软下，他又去拉扯着姐姐，头痛得很。都说了不要再找海玲的麻烦，家人就是不听，非要找海玲闹，闹得他都头痛死了，就不能让他安静2天。他现在工作不顺，都忙得焦头烂额了，撇下工作上的事跑过来，老总的脸黑得不能再黑。周红林觉得家人再这样闹下去，他割掉100多万元给海玲才保住的工作，也会被家人折腾得丢掉的。洋洋大概是被这种场合吓到，2手紧搂着妈妈的脖子，都不看奶奶和姑姑。他看到的恰好是陆东明。陆东明此刻是站在海玲后面的。洋洋的头趴在妈妈的肩膀上，一抬眼就对上陆东明。陆东明对洋洋印象很深，别看他性格粗犷，他其实很喜欢小孩子的。洋洋虎头虎脑的，很可爱。他伸手想去摸摸洋洋的头，洋洋吓得叫起来：“妈妈，妈妈！”陆东明伸出去的手尴尬地僵在半空。海玲哄儿子的时候才发现，我就是觉得你儿子长得挺可爱的，想摸摸他的头，可他怕我啊。陆东明尴尬地缩回了手，解释了一句。海玲哄着儿子：“洋洋，这是陆叔叔，陆叔叔不是坏人，别怕。”洋洋还是怕，他为了不看到陆东明，伸手要海童抱，嘴里着急地叫着：“小姨抱，小姨抱。”海童忙抱过他。海玲不好意思地对陆东明说道：“陆总，洋洋上次被吓得太厉害，现在看到陌生人就会害怕。陆东明不会和一个小孩子计较，没事儿，是我吓到你儿子了。见了几次，这小家伙都怕他。”周父和任辉也赶到了派出所，那周家人自是各种道歉，各种承诺，并愿意给出赔偿，只求海玲不要追究了。加上派出所的人调和劝解，最后呢，海玲答应这一次放过他们，但要求周家母女写下保证书，赔礼道歉后再赔偿他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。那2笔钱他故意往多了要求必须是母女俩出钱，不允许周红林代母给钱，那样割到自己的肉了，母女俩才知道肉疼。海玲做出的决定，加上周家人毕竟还是洋洋的至亲，商家和海童都没有再说什么。从派出所出来，海玲歉意地对商太太说道：“姨妈，我现在这样子就不去你家里吃饭了，我先带洋洋回去。姨妈，我送我姐姐回家吧。”闹了这一出，海童也不想去商家吃饭了。商太太理解地道：“那好吧，你们先回家吧，明天周5了，周末姨妈过去接你们，就在姨妈家里住上2天。”姐妹俩没有拒绝商太太的安排，商家人和海童姐妹俩就走后，周母才由儿子扶着出来。妈姐，你们俩以后别再找海玲的麻烦了，我和她已经离婚，什么关系都没有了。虽说她做的事让我们很生气，却是我们有错在先的呀。你们就让我过2天清静的日子吧。我现在在公司里忙得焦头烂额，你们还不省心，净给我惹麻烦。周母紧紧地抓住儿子的手，急急地道：“红林，离错了，离错了呀！海玲竟然有个亲姨妈，商氏集团是她姨妈家里的公司，你去重新追求她，与她复婚。”
晚上10点半，海童才从姐姐的租房回到自己的家里，推开门，屋内黑漆漆的一片。哎，奶奶不在家呀？哎，还是已经睡了啊？海童进屋后，开着灯，把门关上后再反锁。想了想后，又开了门，去拿了站印的拖鞋放在了屋门口，让别人知道他家里是有男主人的。哎，安全一点。海小姐，你回来了。梁姨听到动静，从房里出来。那海童嗯了一声，问他：奶奶睡了？老太太回去了，是被你小叔子接走的。老太太以为你今晚不会回来，托我明天再跟你说一声。海童很意外，奶奶回家了。梁姨说道：老太太说她当初搬过来和你们住，是跟你公公闹了矛盾的。现在母子俩化解了矛盾，她老人家就搬回去住了。她觉得老太太是怕被商家人看到，才会提前搬回老宅住的。大少奶奶已经被证实是商太太的外甥女，以后与商家的来往少不了。在大少爷还没有向大少奶奶坦诚的时候，老太太都得避着商家人，所以呢，老太太先溜了。海童哦了一声，她以为奶奶跟她住在一起很开心的。哦，没想这么快就搬回老家去住了。哎，海小姐，你没有留在你大姨家里过夜？海童走过来，在沙发上坐下，说道：没有去成。我姐被她前婆婆母女俩找麻烦，又闹进了派出所，就没有去我大姨家了，等后天周末放假了再过去吧。闻言，梁姨关心地问：你姐没事吧？周家人怎么还来纠缠你姐啊？婚都离了，无非就是我姐把房子的装修砸了，他们没有占到便宜，咽不下那口气，就仗着够凶找我姐的麻烦。海童叹口气，那一家子是我遇到过藏得最深的人。女孩子嫁人呀，还真的要睁大眼睛好好看看。要是遇到像周家人这样的，睁大眼睛都看不清楚，太会藏，太会演戏了，能忍10几年才暴露真面目。梁姨给海童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然后在海童的对面坐下来，说道：人心易变，爱的时候是真的爱，不爱了也是真的不爱。你姐很清醒，也干脆利落，懒得纠缠，直接离了婚，就这样还闹得鸡飞狗跳的。海童往后靠在沙发上，问梁姨：梁姨，你年纪大，是过来人，你看我家战先生怎么样？他以后会不会像周渣渣那样？现在他对我是很好啊，那周渣渣以前对我姐难道不好吗？很好，他以前对我姐是真的很好，掏心掏肺的。现在呢？梁姨说的对，人心易变，也不知道我家战先生以后会不会变，他要是也像周渣渣那样，外面养个情人，我闹都不想闹，直接离婚成全他们。他的男人呢，被别人碰了，他嫌脏。他的男人碰了别人，他也嫌脏。如果战印出轨，他是真的就连闹都不想闹，早离婚早解脱。梁姨忙替自家大少爷说话：海小姐，我是来你们家工作的时间不长，不过我看人还是很准的，战先生和你前姐夫不是一类人。战先生就责任心很强，他既娶了你，就会负责你一辈子的。我看战先生也不懂得哄女孩子，也不喜欢年轻的女性接近他哈。你看他对沈小姐都仅限于点点头，很少说话的。这样的男人虽说很优秀，但对感情也很专一啊。海小姐，你别被你姐失败的婚姻影响了，爱情还是有美好的，婚姻也有幸福的。哎，不是所有人的婚姻都会像你姐姐的那样。我以前是给战先生最小的弟弟当保姆的，在他们家干了几年，他们家的家风是真的很好。战先生的父母辈对待爱情和婚姻都是很认真、很负责任的，娶了妻就一辈子忠于妻子。战先生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，见多的都是忠贞不二的婚姻。他也会感情专一啊。以后你和战先生若是遇到了矛盾，或者战先生瞒着你什么事儿被你发现，你要多与他沟通。换位想一想，每个人做每个决定都会有他的用意的。海童想到战印那傲娇的样子，的确是比周红林可靠很多。况且当初他遇到困难时，
他和战印还没有感情，战印都陪着他奔走，帮着他解决难题。通过这些事可以看出战印是比周鸿林负责任。他说道啊，只要战印不做出背叛我的事，我们的婚姻自然能走下去。他有事要瞒着我的话，说明是他对我的信任还不够，我会生气，但会尝试着去理解他，也会努力的做得更好，让他对我的信任度满分，以后遇到任何事就会与我有商有量的了。梁姨连连点头，海小姐能这样想就是对的夫妻相处啊，就要相互理解，相互信任，遇到任何事都能够有商有量的，相互体谅一下，这样啊，婚姻才能长久。等大少爷出差回来，梁姨打算私底下劝大少爷早点坦诚，骗大少奶奶的时间越长，大少奶奶越生气。海童喝了半杯温开水，看看时间，深夜11点了。他对梁姨说道，梁姨，很晚了，你去睡吧，我也回房洗澡了，顺便给战印发信息。他出门前千叮万嘱，叫他一定要给他发信息的。海小姐，晚安。梁姨到了晚安后，回她的房里去了。老太太搬走了，海童也没有住回他的房间，继续霸占战印的大房间。半个小时后啊，他就躺在床上，盖上被子，觉得还是很冷，又爬起来去开了暖气，让房间暖和起来，然后拿着手机给战印发信息，热水袋，你忙完了吗？战印忙是真的忙，不过他一直留意着手机，一整天都没有收到海童发的信息，他就老大不爽了，叫他晚上再发信息，他还真的要等到深夜才发信息，就一点都不像他吗？也对，帮他收拾行李的时候，他都哼着小曲，那是巴不得他出差呢。哎，他会想他呀，才怪呢。哎，此刻好不容易收到了海童发来的信息，结果他叫他热水袋，战印忍了又忍才没有抱走。他懒得打字，直接打电话给海童。海童接了他的电话，我不是热水袋。战印一开口就沉声纠正他对他的称呼。海童笑，我现在冷吗？就想起了你，你比热水袋还要暖和。战印声音阴沉，你不觉得冷，是不是就想不起我来？海童老实承认，我不冷的话，可能是倒头就睡了。还会给你发个晚安的图片。战印一脸黑线，你忙完了吗？没忙完呢，你继续，我睡了。海童就要挂电话了。海童，战印低沉地叫着，你和商太太的鉴定结果出来了吗？结果出来了，商太太是我的大姨，我和她有血缘关系啊。战印心一沉，面上不显，说话的口吻都很正常。恭喜你找到了一个亲人。谢谢。跟姐姐相依为命15年，忽然找回一个亲大姨。海童都有一种如在梦里的感觉，总觉得不真实。对了，战印，你奶奶搬回你们老家住了，今晚让一晨来接她回家的吧。我不在家，梁姨告诉我的。战印想到的是，奶奶溜得真快，她老人家喜欢住哪里就住哪里吧，我都习惯了她搬来搬去的。她老人家名下的房产也不少，经常是这里住上2天。那里住上2天，不是她主动找他们，想找到老人家还挺难的呢。哎，今天有发生什么事吗？哎，张念生有没有去你的店里啊？隔着那么远，我都闻到了酸味。张念生也很忙的，他被我拒绝后，估计不会再来找我，你就放心的干你的活。哎，出你的差吧，我保证不会红杏出墙。顿了顿，他用着调戏的口吻说道，我还等着你回来，宰了你吃掉。战印低低的笑，那我可要多吃点，养肥一点，让你多吃点肉。海童，战印，你变了，变也是被你改变的，因你而变。他是不喜欢说甜言蜜语，偶尔说几句，海童听着，开始觉得肉麻回味的时候，才觉得甜丝丝的。海童，还有话说吗？海童打了个呵欠，没了，我想找周公说说。你肯定还在忙吧，我不打扰你了，先睡了。明天会忙一点，学生们明天中午放学后就放寒假了。
别累着，有钱进账，累也快活着。战印不聊了，我睡了，晚安。海童道了个晚安就挂了电话。战印还想说什么的，他却挂了电话。他盯着手机了半晌啊，说道：海童，你这种态度让我很没有安全感呀，就总觉得他没有上他似的。虽说他嘴里叫喊着要睡了他，其实呢，他的心并没有完全交给他，而他呢，却越来越沉迷，陷得越来越深。战印的手机又响了起来，他以为是海童，一来电却是陆东明。东明啊！战印往后靠在黑色的转动椅上，淡淡的问着：这么晚了给我打电话，有事？有件大事要跟你说说。你知道你那个闪婚妻有个大姨吗？还是商家的太太。原来商太太一直寻找的妹妹就是你的丈母娘。陆东明不像苏南那么挂戏，喜欢幸灾乐祸，他就是觉得这件事该告诉好一声。商氏集团和你们战氏集团一向不和，商无痕会出现的地方必定不到你，你们俩关系僵成那般。哎，我想起了一件事。陆东明后知后觉地道：你那天和商无痕一起吃饭，还是你请客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，你闪婚妻就是商太太的外甥女，所以你提前和商无痕搞好关系？战印被好透了心思，颇有点怒羞成恼，好在隔着千里。陆东明并不知道他那恼羞成怒。那天我心情好，商无痕难得带着客户去管城酒店用餐，我大方的请他们吃饭，不过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管城酒店名不虚传，仅此而已。我又不是神仙，哪能提前知道商太太一直找着的妹妹是我丈母娘？我还是刚刚问了彤彤才知道的呀，这也是事实。不过呢，他有预感，商太太的妹妹就是他那个早死的丈母娘。那天遇着了商无痕，他才会就大方的请着商无痕一行人吃饭。你知道了，打算怎么办？陆东明关心地问道：要与商氏和解吗？海童和商太太是姨甥关系，影响不了我们战氏集团的决策。一山难容二虎，战氏与商氏不是他死就是我亡。陆东明，你还真是个很纯粹的商人，只讲利益不讲情。战印淡淡的道：在尔虞我诈的商海里，讲情只会被对手打压吞掉，最后化为乌有。除非商氏有意与他和缓，双方各退一步，才有可能缓和关系。商小飞痴恋你多年，让他知道你和海童的关系，他那么暴的性格，会不会对你老婆不利啊？陆东明总觉得这件事很麻烦，他们成了表姐妹，或许又不会对你老婆不利，但你老婆肯定会有一种抢了自己表姐心男人的想法，然后一脚踹了你。战印，陆东明，你说话就不能说得委婉一点的，那么直白。陆东明就笑笑，你知道我一向都如此，不喜欢拐弯抹角的。你以为我是苏南，能弯出10弯来？海玲姐妹俩性子都烈，让她知道了真相啊！我想想都替你感到头痛啊。战印黑着脸说道：不用你替我感到头痛，我自己能处理好。那就好，真让我帮忙，我也帮不了你的忙。打架的话，叫上我还可以处理感情问题，我真不在行。战印，你好像也不会处理感情问题吧？你并不比我好到哪里去的呀。老陆说话就是不知道委婉一点，直白的像把刀，扎得他难受。对了，你大姨姐又遇到麻烦了，她的前婆婆大姑姐跑到公司来找她，他们打了一架。我估计啊，她想过安安静静的生活，没那么容易。现在姓周的知道商太太是你老婆姐妹俩的亲姨妈了，以后还不知道出什么幺蛾子呢。战印声音顿时冷冷的，这件事海童一句话都不跟我说，没把他当一家人。陆东明，他是不是嘴巴太多了？战印，海童没有告诉你，可能是不想让你担忧。陆东明觉得自己闯了祸，赶紧解释一句。战印却挂了电话。陆东明，完了，要是害得他们夫妻俩吵架，我怎么劝？战印这个人，一旦在乎一个人，就希望对方把他摆在第一位，那说到底就是太霸道。
他这种霸道，有时候让人觉得他是很在乎自己，有时候又让人觉得窒息，喘不过气来。要命的是，战印不会觉得自己有错，像他对海童，他觉得他上海童了，也很愿意事事都帮着海童，但海童过于独立，不可能什么事都告诉他，让他帮忙，他就会觉得海童不信任他，不把他当一家人。陆东明再次把打战印的电话，系统却提示他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该不会是深更半夜打电话质问海童吧？陆东明头大了，他也就那样说了几句话，怎么就闯祸了呢？那苏南平时舌头那么长，都不见苏南闯祸，战印是真的打电话给海童了。夫妻俩是刚结束通话没多久哈，他敢说海童还没有睡着，所以呢，他忍不住就打电话给他。海童是还没有睡着哈，听到手机铃声响起，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，拿过了手机，又赶紧缩回被窝里去。冷呀。开了一会儿暖气，的确是太干燥了，他不喜欢就关掉了暖气。战印房里又没有热水袋，战印这个天然的热水袋出差去了，他只能卷紧被子让自己暖和起来。倒又是战印打过来的，他接听，怎么了？我都要睡了，今天发生了什么事？战印声音低沉，海童跟他相处也有一段时间了，知道他语气一变，心情就不一样。他本能地道，没发生什么事呀，就是知道商太太是我大姨了，我已经跟你说了。战印，你这是什么口吻啊？质问我一样，我又没有趁你出差就去和其他男人吃饭逛街啊。什么口吻吗？你姐的事你不打算告诉我吗？连陆东明都知道，我问你，你却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。海童，你是不是不把我当成一家人？这么大件事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海童，我姐跟她前婆婆一家隔三差五就会闹一场，这对你来说是大事吗？我们能自己处理好，不用麻烦你。况且呢，你出差不在家，跟你说，你还能飞回来帮忙打架。陆总知道，因为他是我姐公司的老板，那2个极品是跑到陆氏集团门口等着我姐。陆总刚好下班才到的，又不是我刻意告诉他。我赶到的时候，我姐他们都打完了，派出所的人都来了，我也没赶上动手的时候呢。我跟你说过，遇到困难就跟我说的哈。海童坐了起来，这个男人是不是没有听见他说的话？他就是咬死了，在这件事上他没有告诉他。他耐着性子说道，战印，我也跟你说过，我能处理好的，我自己会处理，不必麻烦你，我不会完全依赖你，像刚才说的一样。我跟你说了，你又回不来帮我，何必让你知道了担心呀？你要将这件事上升到我不把你当成一家人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反过来，你就能保证你事事都告诉我了。我现在连你老家的大门朝哪个方向开的都不知道呢。这样说来，你更没有把我当成一家人。战印一噎，战印，你是个大男人，1米几的，牛高马大，你的心胸能宽一点吗？别因为一点小事情就生气，跟我斤斤计较的。我知道你是担心我，可我又不是那种软弱可欺的人，需要你24个小时都帮着。如果这是你对妻子的要求，对不起，我真做不到。见证了姐姐和周红林从相识、相知到相恋，再到离婚收场，还差点闹得很难。海童觉得靠人不如靠自己，哪怕是枕边人，也不能完完全全的依靠，因为枕边人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别人的枕边人啊。你是说我心胸狭窄？战印声音低沉，透着寒意，像这寒冬腊月的天气。他是在乎他，才想知道他的所有事情。他没有主动告诉他，还说他心胸狭窄，说他遇到一点小事情就生气。那是小事情吗？陆东明这样的粗大条都知道，而他却是要陆东明告诉他，他才知道。陆东明不跟他说，他不问，他可能一直都不说。他是关心他，他不敢动，反而觉得跟他说没有用处啊，因为他不在家里。我是觉得你很容易生气，你总是以你自己为中心，别人稍有不如你意的事，你就生气。
他是有很多优点，但他同样有缺点。人无完人，海童也不要求他十全十美，像他自己也是缺点一大堆的，因为他们都是正常人。他把他的缺点说出来，他能改就改，不能改，他们只能经过一轮轮的摩擦，最后要么是他学会容忍，要么是忽视不理睬。战印挂了电话，海童挂我电话了，这是更加的生气啊。他把手机扔在床上，也有点来气，自言自语的道：我都说清楚了，还要生气？哎，生气就生气呗，我还得捧着他。他这是让他事事都跟他说啊。海童嘀咕，当初我也说了，我自己能处理的事情，我自己处理，不用麻烦他。他又能做到事事都跟我说吗？啊，他就能保证没有事情瞒着我，简直就是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，霸道至极。他的霸道有时候让他甜如蜜，有时候又给他一种被他管得太紧，连喘口气都困难，就是有窒息感。本来睡意浓浓的他，因为战印这一通电话，睡意全无。再捡回手机，海童给战印发信息，但战印没有回复他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海童再次把手机扔到床尾去。小气的男人哈，每次夫妻沟通不顺的时候，他都是这样子，发信息给他，他都不回复，不回复就不回复吧。当他稀罕了，海童再次从床尾捡回手机，放回床头柜上，然后躺下准备着梦周公去。可是他也有气啊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